来关注朝鲜半岛，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9号宣称，将从当天起完全切断和韩国连接的铁路和公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晚些时候回应指，这次朝方宣称的切断和封锁等措施，只会招致更加严酷的孤立。据央视新闻报道，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声明指，由于与朝鲜方南部国境交界的韩国地区无时无刻的同时多发性的进行侵略战争演习，其力度已完全升级，加之一批批美国核战略资产随时出没，对方不断宣称要对朝鲜政权终结，朝鲜半岛的尖锐军事形势要求朝军方坚决采取更强硬的反制措施，以切实维护国家安全。针对朝鲜南部国境一带的严重事态，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宣布，将采取实质性军事措施，彻底分离朝鲜的主权行使领域与韩国的领土。朝方将从9号起完全切断与韩国连接的朝方地区公路和铁路，进行防御设施要塞化加固工程。整体上看，朝鲜这样一个宣布呢，应该是重磅宣布，因为我们知道尹锡悦政府上台以来，特别是近期，美韩呢加大了对朝鲜的军事施压，尤其是进入10月份以来，我们看到美国，最先进的核潜艇，到韩国访问，B-1B 轰炸机呢也是飞临这个朝鲜半岛，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为了应对这样一个威胁呢，朝鲜呢将采取，新的这种模式。声明还提及，朝军方永久切断并封锁与韩国交界的南部国境，是遏制战争、维护国家安全的自卫措施。同时，为避免误解，防止擦枪走火，朝方已于当地时间9号9时45分电话通知美军方。所以从朝鲜的角度呢，实际上他也是借此表明，你韩国呢就是美国的傀儡，你做不了主，因为我们都很清楚，从朝方的角度，他核心的这个关切也只有美国才满足他。如果说有机会，他还是愿意和美国进行对话，解决相关的问题。9号下午，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回应称，此次朝方宣布的切断与封锁等措施，只会招致更加严酷的孤立。韩军方警告，不会坐视朝鲜单方面改变韩朝现状的任何行为，由此而引发的所有事态责任均在朝鲜一边。韩方还指出，如果朝鲜发动挑衅，韩国军方将采取压倒性举措，对挑衅以及支援和指挥力量进行打击。有观察指，近年来朝韩关系持续紧张，美韩密集军演更导致半岛局势持续升级。韩国总统尹锡悦在1号的国军日讲话中威胁说，如果金正恩使用核武器，他将面临政权的终结。尹锡悦还特别提到数万名美军驻扎在韩国。북한이 핵무기 사용을 기도한다면 우리 군과 한미 동맹의 결연하고 압도적인 대응에 직면하게 될 것입니다. 그날이 바로 북한 정권 종말의 날이 될 것입니다. 次日，金正恩就回应强调，如果敌人使用武力攻击朝鲜，平壤将毫不犹豫地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攻击力量。他还将尹锡悦称为傀儡和脑袋有问题的人。 윤 괴뢰가 핵을 보유하고 있는 국가의 문전에서 군사력의 압도적 대응을 입에 올렸는데 뭔가 온전치 못한 사람이 아닌가 하는 의혹을 사지 않을 수 없게 한 가관이었다고 말씀하셨습니다. 그러한 상황이 온다면 서울과 대한민국의 영존은 불가능할 것이라고 말씀하셨습니다. 8号，朝鲜国防科学院还进行了第2经济委员会所属多家军工企业生产的240毫米可控火箭炮弹验收试验。朝方称，此次验收再次确认可控火箭炮弹对67公里最大射程目标的命中精确度。 韩联社报道指出，240毫米可控型火箭弹由原先的240毫米火箭弹改良而成，配备制导功能。240毫米火箭炮属于远程炮，射程可覆盖韩国前沿部队和首都圈。This administration has financed a genocide in Gaza for the last year, and every day you're up there denying accountability for it. So I mean, what gives you the right to lecture
other countries on their moral. So if you have a policy question for me, I'm happy to take it. If you want to give a speech, No, but there are plenty of places in Washington where you can give a speech. Yeah, but people are sick of the bullshit in here. I mean, like, it is a genocide. You are abetting it, and you are risking nuclear war in Ukraine for this proxy war. Plenty of other places to give a speech. Go ahead. 当地时间8号，卡塔尔负责国际合作事务的外交国务大臣卢勒瓦哈提尔抵达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进行访问，并与黎巴嫩看守政府总理米卡提举行会谈。哈提尔当天表示，卡塔尔已开通空中桥梁，将继续向黎巴嫩运送医疗物资和食品援助。 اليوم إطلاق الجسر الجوي بطائرات ستتوالى إن شاء الله لحمل المواد الغذائية، مواد الإيواء والمواد كذلك الطبية، هذا بالإضافة إلى العمل على خطط متوسطة المدى وبعيدة المدى كذلك من أجل احتواء هذه الأزمة الإنسانية. 东盟峰会及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10月8号起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新加坡、日本、泰国等国新上任的领导人都首次亮相。在地缘冲突严荡的背景下，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双多边会谈及东盟与中美俄等伙伴国围绕地区和国际局势的对话和讨论备受外界关注。 当地时间9号上午，东盟峰会在老挝首都万象正式开幕。此次东盟峰会主题围绕增强互联互通和韧性，会期3天，共有来自包括东盟国家、东盟对话伙伴国、观察员国在内的20余国领导人，以及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多个国际组织代表超2000人参与。 应东盟轮值主席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总理宋赛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9号至12号将出席第27次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第27次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和第19届东亚峰会，并对老挝进行正式访问。 中方支持今年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东盟加强联通和韧性的主题，支持老挝当好东盟轮值主席国。 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取得新进展。 此次峰会不仅是老挝在2024东盟轮值主席年唯一的高级别活动，也是东盟领导人和合作伙伴就东盟和本地区面临的许多战略问题进行讨论和做出决策的机会。外界注意到，与去年的峰会相比，今年的东盟领导人全体大会迎来几张新面孔，包括现年51岁的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和年仅38岁的泰国总理佩通坦等。有舆论指出，各国领导人会通过演讲 展示其政治远见和领导力，新面孔格外受到关注。老挝总理宋赛在峰会上表示，峰会提供重要平台，让成员国共同应对全球急速变化的地缘政治。Today's retreat session is especially significant, offering us an opportunity to discuss the best approaches to addressing challenges facing our region, while seizing opportunities to further strengthen ASEAN community building and reinforce ASEAN centrality within the evolving regional architecture. And this effort serves our shared objective of maintaining and promoting peace, stabil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both regionally and globally.